現在人在高松。大部分艺術系的白，那个藝術作品。哈嘍，這支片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上，但我現在是4月底，然後我現在人在高松，香川縣的高松市，已經到我的第3站了。為了瀨戶內海藝術祭，所以來到這邊。然後我第3站是一個 guest house， 一樣是在這邊做一些房屋掃除的工作。然後今天是我上班的第一天，現在剛下班，想說等一下要準備去市役所辦一下轉入。剛找了一間咖啡店，我現在要去那邊吃午餐。這好像也是新開的，4月才開的。吃飽了。剛才那一間店的老闆跟老闆娘很可愛，因為後來吃到店裡面只剩下我一個人，然後他們就跟我說我是從哪裡來的，用日文稍微簡單跟他們聊了一下，然後他們就說高松市這邊蠻多台灣人的。我說對啊，因為藝術季的關係，很多人都來台灣，然後他們就謝謝大家，這樣好可愛哦。然後現在要去市役所，我查了之後發現市役所那邊有在發那個人孔蓋的小卡，所以打算等一下去那邊拿。現在已經4月了，但是天氣還是蠻涼爽的，就是早晚的溫差蠻大的。現在這樣的天氣我覺得剛好很舒服，就有風的時候還會非常的舒服。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日本的關係嗎？可是我覺得好像其他地方不是很確定，但我覺得高松有第一印象很像大阪心齋橋道頓窟的那種圓拱門的百貨商店街，剛好我住的那一條全部都是。我住的這一區算是高松市的，算市區嗎？就蠻熱鬧的。然後旁邊也有這個鐵路，可以搭這個鐵路到附近的地方。當然跟白馬比起來，熱鬧多了啊！但我覺得也跟富士山比起來也蠻熱鬧的。所以這邊感覺雖然是四國世界自己的島嘛，但感覺也蠻繁華的嘛。但繁華歸繁華，這邊還是好安靜哦，就是有一種鄉間僻靜的感覺，很有趣。我從高松機場來到這邊的時候，沿途算是從一個比較鄉下，畢竟機場都會在比較偏僻的地方嘛，然後慢慢進入到城市的感覺。然後進去的那一條就有非常多大型的商場。哇，剛好有車就經過。好可夢的，好可愛哦！好像在這個地方嗎？忘記是愛媛嗎？有那一隻寶可夢。哦，剛剛講哪？哦，對，就是那一條路很像那個富士山温泉那邊的那一條路，然後過了那一條路之後，就有我剛才說那種大阪的氛圍，然後再接下來就是正在這裡。我其實真的覺得就這邊的環境蠻舒服的，還蠻宜人的。是高松市的人孔蓋，這個不知道是什麼，它感覺也是在這是我之前有查過那種騎馬射藝的活動，這個我到時候找到資料補充在這裡。這一塊又蠻像台南的，台南人知道我在說什麼嗎？很多這種特別醒目的建築，可愛。走大概15分鐘左右就可以看到這個瓦丁意的建築物。這邊是算一個蠻大的站嗎？可以從這邊搭一些電鐵去其他地方。這就是我住的高松市周邊的地圖。然後我們現在在瓦丁這邊，然後我住的地方在片園町這裡。這就是我未來1個月要住的地方。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寫第3次的注明異動了。高松版寫完了，現在要拿這張去辦轉入，結果我失敗了。我知道市役所已經關了，然後我有沒有查另外這個地方，應該是有一個簡易的處理窗口的一個地方，我原本以為這邊可以寫完那張單子，然後拿去給他的時候，他跟我說，因為我是外國人的關係，所以我沒有辦法在這邊完成轉入的手續，還是要去市役所一趟。但因為今天市役所已經關了，所以他跟我說，請我明天禮拜1的時候再去一次，所以我禮拜1還要再跑一趟。
後來在那一棟就像是百貨的地方嘛，稍微逛了一下，休息了一下，然後在接近傍晚的時候，想說好像可以走去高松港，因為從那個地方走回高松港大概20分鐘就會到了，蠻近的。現在這天氣好像很適合來，所以就走過來，就超級舒服的。然後內海就在我眼前呢，哇哦，超酷！然後對面也可以看得到，應該是女木島跟男木島，然後再遠一點可以看得到本島的山峰，就其實沒有很遠。然後旁邊還有玉藻公園，這些點我剛才都有做到一些功課，然後想說之後有時間的話再去，因為今天查功課的時候，他們其實都已經快要關了，然後這些地方都要售票，可能不適合今天去。但可以之後再去，真的超級舒服的，真的好漂亮哦！真的感覺很宜居，而且感覺很適合養寵物，很多人都來遛狗，超可愛。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內海的關係嗎？就是它不是像面對到太平洋那種洋系的海，所以感覺沒有海邊會有那種海味。海風也沒有強勁，就是它是一個很平靜、很舒適、很宜人的溫度，然後味道、空氣也很清新，就覺得很特別。那個感覺就很像只是在日月潭而已。好，現在要走去買些東西回去宿舍吃，然後今天就差不多先到這裡，提早休息，因為我昨天才剛到高松，搭了一整天的飛機轉乘接駁，然後今天早上去工作，其實蠻累的，所以我今天要好好的休息，然後明天休假再看要不要去哪邊走走。對，我要先去辦那個市役所轉入，拜託讓我好好的辦成功好嗎？謝謝。我現在看着這個路口，又有一種覺得這裡很像基隆的感覺。基隆人可以幫我感應一下嗎？是不是有一種基隆感？我一直在這個城市裡面找到一些其他城市的影子。這些城市組成的樣貌，就是我對高松這個地方的第一印象。可是因為剛搬過來的時候，這裡的天氣就很剛好，季節很對，所以特別舒服嗎？如果是在夏天一點來，感覺會很熱。那現在這樣安安靜靜，然後冰冰涼涼的，覺得很棒。這裡好像是一個叫北濱 Alley 的地方，感覺是一個舊倉庫改建的場所，裡面有很多品牌進駐，感覺可以在這個地方找到一間不錯的咖啡廳，然後看着夕陽。剛下班，然後今天整理了2間房，晚一點還要去幫忙 check in， 還有學怎麼 check in， 所以沒有很多時間可以在外面。就想說去把昨天沒有辦完的市役所的轉入辦好。這2天待在高松的市區，突然覺得這地方很宜居耶。我前幾天也在跟我朋友聊說，我覺得這附近有一種鬧中取靜的感覺，樹也很多，公園也很多，然後又臨近海邊，那種山海都有的感覺。然後路也蠻寬蠻大條的，商店街也很多可以逛的東西，商場啊，還有很多大知名品牌都在那附近。就覺得這一帶很適合久居，有種很舒服的感覺。去市役所的路上看到了這間很可愛的店，剛走經過被這個招牌吸引到，很久沒有吃蛋撻了，我要來吃吃看。哇，這個店看起來也很好吃。我買了2顆蛋撻，原本想說買一顆原味的就好，但因為它有另外一個口味是抹茶的，而且是用宇治抹茶做的，那種感覺很好吃，所以我還是買了。這次來高松也主要是為了藝術季的關係來的，可以看到那邊有那個，這裡就是香川縣的高松，這邊應該是岡山，然後呢就是一些小小的島嶼。今年的藝術季有分3個檔期：春會期、夏會期還有秋會期。春會期的話是從4月18到5月25號，然後夏季的話是8月整個月，秋季的話是10月3號到11月9號。所以我現在來的是春會期，預計會待到5月底嘛，所以就會把春會期整個 run 過一遍。那之後如果有人想要再來的話，就可以參考夏會期跟秋會期的檔期时間來。好，那我現在要去辦我的轉入了。沒想到今天天氣好要來辦，結果今天我忘記又是日本的一個假日了，所以市役所也沒開，真是笨蛋。我是笨蛋，可惡！我根本就只是為了來買蛋撻而已吧，笑死。好啊，正合我意，我要來這邊公園這裡休息一下，吃我的蛋撻，然後等一下4點再慢慢走回去工作。先注明叫讚岐300，好，我要先吃原味，甚至如果好吃，我還可以再走回去買，笑死。
沒有很大，感覺比一般的蛋撻再小一點嗎？就是這種感覺，很小顆薄薄的蛋撻，但看起來很漂亮的。很脆，裡面兩家感覺像卡士達蛋撻，但是它的外皮蠻脆的。不知道是塔皮還是裡面的卡士達在甜，有一種焦香感嘛。還有抹茶那個也很好吃，可以買。今天剛學完 check out 的內容了，然後呢，老闆他們居然煮了一頓飯給我吃，哇，謝謝，優しい，いただきます。下班了，要跟室友一起出去玩。室友帶我租了這個腳踏車，我們要騎腳踏車去高松港附近晃晃。在高松港旁邊的這個案內所，可以拿到小朋友的這個 passport 紙本的護照。如果你跟我一樣是用電子在戶內藝術季的 passport 的話，還是想要有紙本的可以蓋章收集的話，你可以來這邊跟他拿這個小朋友的。小朋友的話是不用錢的，那一樣就是可以蓋這個印章收集。這是我在戶內看到第一個藝術作品，就在港的旁邊，然後裝置旁邊就會有這個小小的彈棒，旁邊會有印章掛着，那你就可以對應你的作品，幫它蓋個章。高松 Aki 上面是個臉哎，好可愛哦！我們真的是把這個玩的跟大地遊戲一樣，它在上面的地點很多都超難找到的，你要自己去想辦法對應現實生活中的地圖，而且那個告示牌也很小一個。找到了，就是 TK04。